太后，这是清浊进献的火腿鸡汤。好好的鸡汤，用味儿重的火腿相佐，喧宾夺主。臣妾只是想用鲜味儿令太后开胃，没想到访了太后用膳，是臣妾的过失。两样东西炖一块儿，分了高低主次才好。想要并重，反而坏了味道。臣妾知错。看来这两样东西不能并重。太后，臣妾下回给您炖清鸡汤喝。叫人把这些东西都撤了吧，哀家没有胃口。皇额娘，您近日为心底哀痛，身子本来就不适了，若饮食再清简，那就更撑不住了。您好歹还是禁一些吧。太后好不容易进些晚膳，却被青音姐姐败了胃口。今日下午还有好几个时辰的哀仪，青音姐姐是想让太后饿着身子熬在那儿吗？臣妾有失，甘愿受罚，还愿太后顾及凤体，多进一些吧。皇额娘，民以食为天，米为食之主，就是因为米是最养人的。先帝在世时最爱喝米粥，你也尝一尝吧。罢了。说来呀，这一饮一食能有多大讲究啊？无非是审时度势，不要自作聪明罢了。儿臣明白。起来吧。臣妾谢太后。皇额娘，真的这般对青音？是。让她受苦了。你送些躺伤药到她阁中，叫她别难过了。这都烫红了，太后的心也太狠了，只是一碗汤而已。你今儿是怎么伺候煮的？是我伺候太后不小心弄伤了自己，不能怪索性。那也是索性没护好煮。你去外头思过去。是。阿若，索性是前邸里从了新字辈的大丫头，你说话也得留意些，别总是颐指气使的。奴婢不过是觉着，索性不是咱们府里陪嫁来的，没有那么亲近。你和索性都是跟着我的，往后在宫里过日子，你们两个若不好好相处，日子怎么过？你这脾气是得改一改。可奴婢就是这么个心直口快的性子，太后今儿有点太欺负人了。不过皇上心里是疼您的，这不急急就让李公公送了烫伤药来。奴婢看呀，等回头进了宫，或是老主子出来了，皇上怎么也得给您封个贵妃、皇贵妃的，到时候太后就不敢这么欺负您了。刚跟你说了，说话要留一些，倒是越说越没分寸了。太后也是你可以胡乱妄议的嘛，若是让旁人听见了，你有10条命都填不满。奴婢也是心疼主嘛。是，奴婢知道错了，以后不敢了。还疼吗？疼。
弘历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出去，尊我为母后皇太后？您一定要做母后皇太后吗？宫规祖制在此啊，先帝不曾废后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，我该住慈宁宫去。住到慈宁宫之后呢？就跟钮祜禄氏再分个输赢。争斗不休，总会伤着自己的。我哪怕遍体鳞伤，我都要跟他斗到底。青莹，你要跟姑母一条心，你要让弘历早点放我出去。皇上倒已经很为难了。你这是信乌拉那拉还是爱新觉罗呀？我是心疼您。你要是心疼我，你就应该知道，姑母此生唯一所望，就是跟先帝生同亲，死同血。先帝已经弃绝您了，亲口说了生死不复相见了。他不见我，我就去见他。他弃绝了我，我绝不会离开他。青莹，我只有成为母后皇太后，才能跟先帝生死相依。这个名分，我一定要争。你起来。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，该怎么办？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皇上，金主儿来了。皇上，坐吧。这么晚怎么来了？臣妾知道皇上一定还在为姑母的事烦忧。朕也希望这件事情尽快有个决断。只是礼法和孝义，终究难以两全啊。皇上，臣妾想求您一件事儿。你说。能否让姑母去行宫颐养天年？你这么想的？如果您以太后的身份在行宫供养姑母，哪怕暂时不要给她名分，您对那些尊嫡的人也可以有所回应。然而对那些阻挠姑母尊封为母后皇太后的人，他们看姑母离开了紫禁城，又未被尊封，想来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了。至于太后那儿，臣妾也想过了。若两宫太后在紫禁城并立，这二位老人家争执了一辈子，日后也难免两相里不容，后宫不宁，皇上也烦忧。不如让姑母去行宫安养天年，避开太后也是好的。你说皇帝已经暗中安排人去行宫排布事宜了？是，清福晋才离开养心殿，皇上就派人去了行宫收拾殿阁，亦应按太后安养布置。荒谬！难道皇帝真要乌拉那拉氏为母后皇太后吗？就算换了地方，离开紫禁城不与您同尊，可母后皇太后就压了您一头啊！这种主意，定是青樱那丫头弄鬼出来的吧？景仁宫与清福晋这般里应外合，皇上还年轻，难免不被清福晋这个宠妃说动啊。早知道，当年就不该留着青樱。明日丧仪之后，你让她来找哀家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被福家唤来了永寿宫，你怕不怕呀？被太后召唤，臣妾怕的是侍奉不周，未能替皇上尽一份孝心。你的孝心都进去了景仁宫吧？太后，请恕臣妾冒昧。景仁宫是臣妾的至亲，臣妾不能不去看望他。
就是去看看。臣妾也求了皇上，让姑母去行宫颐养天年。痴心妄想！你是觉得，你如今可以仗着皇帝对你的那点情分，来压哀家了吗？太后，臣妾没有这个意思，臣妾只希望姑母能安安生生的活下去。安安生生，没有名分，你姑母会安安生生的走出景仁宫，去到行宫。乌拉那拉氏有你这个希望在，你觉得你姑母会安安生生吗？你要你姑母活，可以。除非他没了你这个倚仗，哀家倒可以给他一条活路。如今正是先帝丧仪，丧仪过后，你自寻了断。你不求哀家开恩饶恕？太后发落赐死，自然主意已定。臣妾知道求也无用。你要不死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哀家可以给你一条路选。乌拉那拉氏，有你姑母，便没有你；有你，便没有你姑母。若是臣妾死了，您可否圆姑母和先帝合葬的心愿？你倒真有孝心。只要他在行宫安分养老，哀家许他和先帝合葬，只是没有名分罢了。多谢太后。不过，皇帝若是知道你今日与哀家所言，你姑母便会和你一样，活不得了。臣妾明白，多谢太后。庆如大约是去了养心殿了，他该不会说出什么吧？景仁宫的事情呢，朕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，只是没想到风声传了出去，朕呢还得要顾及皇娘的心意。为了安抚皇娘，也为了你姑母来日能好好颐养天年，按太后奉养她的事，朕还得慢慢安排。皇上的难处，臣妾都明白。臣妾是替姑母难过。你放心，朕会将景仁宫移至圣经旧宫，
好好安养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只是缺了一个名分罢了。后妃与君王失和，吃苦的肯定是他们自己。还请皇上顾怜姑母，不要让她在盛京旧宫吃苦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你放心，朕呢，每一次去盛京，都会带你去探望她，平时也会派人多多伺候她。臣妾多谢皇上。你要谢啊，就别嘴上说说。朕惦着你的暗香汤呢，什么时候给朕再做一碗？梅花都没开呢，怎么做暗香汤？朕知道你喜欢梅花，秋天过了就是冬天，会开很多梅花，到时候多做几碗给朕喝。你不答应朕啊？臣妾答应。你怎么了？臣妾只是想起与皇上初见。当日咱们一起听了一出墙头马上，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。朕记得。景，你和朕是年少情谊，虽然没有成为嫡父间，但你和朕的情谊是谁也比不了的，知道吗？臣妾明白。皇上，如果日后臣妾不能日日给您请安，臣妾也会永远祈佑皇上龙体康健，事事顺遂。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来，你这个是怎么了？啊？不过朕也明白你姑母之事。一个女人为了名分，一生悲苦。朕明白你，朕和你一样怜悯你姑母。主，老主子真的没指望了吗？那我们会不会受牵连呀？主不该去的，万一这要是被太后娘娘知道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太后怎么还做这些？先帝的丧仪将毕，不用再烧纸锭了。先帝灵前那些，都是哀家亲手做的。如今这手闲不住，你说这是烧给景仁公好呢，还是给他侄女呢？亲主是晚辈，哪里配得上您亲手做的东西？亲主来了。您快着点儿。
主儿，你在这候着。姑母，起来吧，我正要传你呢。我是来告诉姑母，皇上安排了您去行宫颐养天年。怎么颐养天年？不入史册，不赴太庙，来日以无名无分的先帝嫔妃身份下葬，再也不能和先帝同穴而眠。不是这样的，姑母只要安心的在行宫待着，死后会安享爱容，和先帝葬在一起。这个安排，你是有什么代价换来的呀？皇上疼惜我呀，才有这样的安排。没有钮祜禄氏的授意，皇上会答应你吗？他一定也让你选择。我们姑侄俩，谁能活下来？太后也来找您了。青莹，你过来。姑母知道你的性子，你必然会护着我，你会舍去自己的性命，保住我的名分。可是钮祜禄氏从来就是要我死，你死了有什么用？再说你死了，你心爱的弘历会放过我吗？啊，会让我翻身吗？就算他顾及到我是你的姑母，可我是堂堂大清的皇后，我怎么能够在钮祜禄氏的鼻息下没名没分，苟延残喘？姑母必须得死，他才会让你活下去，你才能够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。姑母，你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，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，你要得宠，你要做皇后。可是姑母，我从未妄求皇后之位，我只想跟皇上恩爱长久。你心里有弘历对吧？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，死同穴吗？你只有成了他的皇后，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呀。可是富察氏是一个好福晋，她将来也会是一个好皇后。庸庸碌碌，没有心气，乌拉那拉氏怎么就出了你这样一个女子？姑母，姑母，你怎么了？福生，你怎么了？钮祜禄氏给的这碗毒药，不为毒身，只为毒心。这宫里，哀家只能允许有一个乌拉那拉氏，这也是哀家最大的宽容。青莹啊，你要看着我死，证明我不是卑鄙自裁，而是有愤报彼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可是姑母，你分明是被太后逼死的。眼下你我都已无力反驳，
你要活下去，你连恨都不要有。你不仅要让有护鲁氏不杀你，还要让他成为你的助理。你要当皇后，才是为我报仇，更是对我的报答啊！你比我幸运，你已经有皇上的宠爱，千万不要像姑母这样成为一个弃妇。青莹，乌拉那拉氏已经有一个弃妇了，再不能出第二个弃妇了。姑母，那一年，先帝封我为皇后，那是我最好的时光，身应殊荣，我爱的人也没有离开我。姑母，姑母，我去的时候，景仁公已经死了，出来的是青卓儿。太后，出来的是青主。成汉进去时，景仁宫那位已经气绝了，伺候他的秀夏也跟着自裁了。景仁公死了，那青樱，暂时让他活着吧。那景仁宫那位，是不是密不发丧？哀家明日去见皇帝，与他商议。回皇上的话，待丧仪一毕，太后将迁居慈宁宫，太妃们迁居寿康宫，东西六宫会立刻拾掇出来，供嫔妃们居住。回禀皇上，景仁公过身了。什么？是青卓儿所言，报的是暴毙。真是暴毙。青卓儿是亲眼瞧着景仁公过身的。是服毒。毒从何来？之前太后去过景仁宫。让人去照顾景仁公的身后事。今儿个夜深了，明天一早，请青卓过来。这。景仁公过身了，他怎么死的？王清支支吾吾的，也说不太明白，只说皇上也很惊诧于景仁公骤然离世。王清不敢说，才见景仁公死得蹊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死了便好了。景仁公活着就是个祸害。啊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姐姐这些日子也乏了，妾身就先行告退了。莲心，送侧福晋。是。这景仁公本是皇后，该颐养天年。
若不是言行得救，失欢于先帝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看来皇后之位不易做呀。您与景仁公怎么一样？您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。景仁公何尝不是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？只是皇子早夭，宠妃当权，才知太后一味易主，潦倒丧命，身后连史书都不得记载，仿若是一粒不曾存在的尘埃。无论皇上怎么想，只要将来娘娘稳坐皇后之位，咱们的22个平安长大就好。皇上嘛，难免有宠爱之人，只盼他们先别生下皇子才好。若是嫡子长成，宠妃们再生下庶子，也就不怕了。皇上，慈宁宫历来为太后所居，既是太后所居，必得郑重待之。传朕旨意，精修慈宁宫，以供太后颐养天年。既有精修，慈宁宫一时就住不得人，那太后可以暂住寿康宫。让太后和太妃们同住，这也太窄巴了点儿。皇上小心外太后，奴才立刻举办。主儿，您为了老主子都哭了一夜了，现在要去见皇上，您好歹得打起点精神来啊！景仁公过身了，皇帝知道了吧？是。卿派人来禀过，说景仁公是忧愤暴毙。忧愤暴毙？如何暴毙？不是自裁？卿是景仁公的侄女，所言应该不虚。那无论如何，景仁公身份尴尬，他的丧仪，皇帝打算如何处置啊？虽无尊封，但先帝到底是未曾废后，景仁公又因为皇阿玛驾崩而伤心暴毙，儿子打算以皇后之礼将其安葬。既无尊封，就不能以皇后之礼下葬，也不能与先帝同葬，才是先帝所言的死生不复相见。皇上，郑廷玉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。臣张廷玉给皇上太后请安。何事啊？皇上，臣闻听景仁公暴毙崩逝，特来觐见皇上。后宫之事，前朝之臣也要来干涉吗？启禀太后，后宫之事，外臣本不该干涉。然而，景仁公是否尊封，已得朝野关注，已属国事。既然是国事，臣就不得不问。尊封之事，尘埃落定，景仁公已暴毙，事情已了。尊封之事才出，景仁公便暴毙身亡。皇上，其中曲折实在是令人遐思，臣请皇上一定要细查此事。历来帝王驾崩，后宫总有人伤心离世。景仁公过世，有什么可遐思的？但是这次过身的毕竟是大清曾经的皇后，哪怕先帝与景仁公多年不睦，哪怕先帝曾言此生不复相见，就算是没了尊位，景仁公也不该不明不白的暴毙呀！怎么叫不明不白？张大人此言难道是对哀家有疑？总还有张大人愿意为老主子说话。张大人最重朕的。王者又是素来与太后不睦之人，彻查此事。臣妾乌拉那拉氏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臣妾给太后、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
给娘娘请安。娘娘，臣张廷玉正与皇上谈景仁宫暴毙之事，娘娘是景仁宫的至亲，务必为他讨个公道。你确定你知道位置吗？肯定没错，应该就是在这个附近了。可是这附近我们走了好几遍了。是啊，你放心吧，上来的路我很熟的。啊，对了，不信你看这个。这个呢是我画的地图，我凡是经过的地方，我都按照自己的记忆画在上面啦。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这是你画的地图。为什么我有点看不懂？你这个星星，还有这个箭头是指哪里啊？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只不过呢，这个地方我现在没有画出来。干嘛？还是我来带路吧。走。就是这儿，走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谢小秋，他是王立川，我们俩是陈美娟介绍过来的翻译。哎呦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们堵车呢。我是总经理助理李欣。你好。相信陈美娟已经和你们说了，我们公司要从意大利进口一批材料。现在他们来了3个人，准备和我们谈判呢。啊，他们带了翻译啊？他们都懂英文啊。小秋，小秋，师姐。啊，会议还有5分钟就要开始了，你们好好准备一下啊，好好准备啊。哎，糟了糟了，我刚见的3个老外了，他们的英语我完全听不懂啊。怎么会？上次人家说印度英语你都听懂了。问了半天才知道，他们3个人当中，一个是法国人，一个是德国人，一个是意大利人。他们3个都通的是意大利语，英语就会那么一点点，而且口音很重。我跟他们沟通了半天，不是他们听不懂，就是我听不懂，而且还说我的英语有问题。啊，早知道当初我就不来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俩的2外都是日语哎。哎，对了，立川，你不是瑞士人吗？瑞士人应该会4种官方语言的，你至少会1种吧？我会3种，德、法、意。天才呀！天使啊！天意呀！那你们快去吧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啊！拜拜。谢谢。那个，今天谢谢你啊！要是没你的话，肯定死定了。不客气。这是你们的酬劳，拿着吧。谢谢。今天干得非常漂亮，尤其是你，非常好，不错。李助理，这个钱不对吧？我们之前说好的应该是1600块，这里只有800。况且我们今天来了2位翻译，给您翻了4种外语，而且您应该也知道，德语、法语还有意大利语这些价钱跟英语都是不一样的，这些我们都没有额外的收费。就这么点儿，你们爱拿不拿？我告诉你们，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都是临时翻译，1小时200已经很多了，就当是给自己一个实习的机会啊。你别走，李助理。你们也是一个很正规的公司，请遵守信用好吗？别在这里给我胡搅蛮缠，我还要工作呢。这是我劳务所得，你不给我就是不放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以后永远不会用你们2个。打人！你别打了，别打我！别打了！大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饭店里，他少给了我们800块翻译费。
西，怎么回事啊？谢谢。这个钱呀，你都拿着吧。你要养家，生活也比我困难。再说刚才你为了帮我，还跟别人打架，我没有想到翻译还是一个高危的职业。哎，对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要么我们到前面坐一下吧。好。不要啦，说了给你的。哎，你的手破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有创口贴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呢，出门遇到这种事情，千万不要跟他们动武。我们只身在外，势单力孤。你呢，要学会用面部表情，而不是拳头来表达愤怒。他在打你，你可以瞪他嘛，对不对？狠不狠？有没有？怕不怕？怎么样？肯定有了吧？我就说嘛，你都怕到笑了。来，贴上。好了。谢谢。没事了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皱一下眉头，需要调动42块面部肌肉，伸出一个拳头，4块肌肉就够了。是吗？对了，跟你说件事情啊，晚上6点还有个地方要翻译，就1个小时不累，要不要一起搭伙？我不去了，那是我喝咖啡的时间。喝咖啡哦？你以为很有钱吗？你现在只是个临时工，有上队没下队，你居然跟我说你要喝咖啡，有没有搞错？我真的不想去。走吧，今天你帮了我，我请你吃饭。走。你又来，钱在手里还没有捂热，你就要花出去。我又不是要去很贵的地方。先坐车啦。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叫得到出租车？出租车哦！哎，你知道在这边打车去市区要多少钱？你以为你条件很好吗？就不能节约一点啊？公汽车站就在那边。走啦。立川，来，这边有位置，快来。你坐吧。一会要开很久的，要站很久的，快来，你坐。真的没关系，你坐吧 ，Ladies first。没想到你还挺绅士的。我在争分夺秒的背单词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作为一个专业的翻译，要时时刻刻的想到提高自己。我说的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坐公车了，感觉还蛮新鲜的。对了，我记得这附近有一家餐厅还不错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好啊。哎，贵不贵啊？不贵。
那就好。谢谢。你点吧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哎，你点，我吃什么都可以的，按照你的口味点就好，不过不要点太多，1个菜就好。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？我都说了，按照你的口味点就好。我比较爱吃牛肉。麻烦你帮我点几个菜，他喜欢吃牛肉。好的。这牛肉好好吃哦，就是分量有点少。我跟你说，我每次做完翻译吧，我肚子都特别饿，我都想大吃一顿。哎，你别光吃凉菜，来点硬货。来，这个牛肉可好吃了。来。在我的家乡，我们是习惯先吃前菜。你的家乡在哪里啊？苏黎世。苏黎世。好远呢。好饱哦。吃饱了吧？可以上甜点了吗？还上甜点？两位，你们的甜点啊，真的有啊？服务员，你这写错了啦，我们吃的是180，你写成1000罢了，小数点打错了。啊，小姐，你们这次真的是吃了1080，要不然你仔细核对一下。不用，来，谢谢。你怎么点这么贵的菜啊？难不成我今天白干了，不赚还赔了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只光顾了点菜，没有看到价钱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嘴就是无底洞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吃了多少钞票吗？啊，大吃剩小赌。啊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被开除。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挪用公款？算了，你刚被解雇，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，允许你不够入侵。服务员，你把我没吃完的打包。打包？就这么一点，你还要打包？好吧，咱不打包，但也别浪费。虽然你只有一点点，但是怎么着也值180吧，我得细嚼慢咽。好吧，就送到这里吧。我在这里上车，晚上我还要去打工。你还要打工？你这么需要钱？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地啊，然后赚点钱以防万一嘛。再说我弟弟马上要上大学了，我得给他赚点学费。今年真的要谢谢你啊！你还是拿着吧，本来就是你的工作，我只是过来帮忙一下，顺便学习一点。这是你老有所得，再说你还要养家啊，这个钱我们俩1人1半，这样很公平，谁都不难受。你真的要算得这么清？你要说算得清，我还应该把饭钱给你嘞。那好吧。我跟你说，临时翻译这个职业的收入呢，很不稳定的，所以啊，你还要继续努力，不要觉得800块钱拿到手就很多了。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啊，要联合起来。哎，车来了，不跟你说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小付，你过来接我一下吧。
先生，一共68块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小姐，你的咖啡好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，20块，谢谢。哎，你男朋友等了你2个小时了，哇，你太好了，真的吗？加油加油！哎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赶紧闻啊，今天笑的嘴都快裂开了。真的？为什么？跟你说了别八卦。CK 君来了。小姐，你头发好漂亮啊，哪里剪的？哎，等一下，找你钱。谢谢啊！哎呀，你的头发真的好漂亮啊，真的。咖啡喝完了，要不要给他送过去啊？啊？哎，你的咖啡。他今天喝的是中杯的普通咖啡，你送过去。拿好找钱。好。嗯。先生，你的咖啡。他是先来的，难免笨手笨脚的。这样，你把该洗衣服的那个单子给我，我给你报销。不用了，是我刚才不小心碰到它。那您这个电脑？电脑没事。那我帮您倒杯新咖啡啊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正好要走。不坐会儿了。谢谢。地滑地滑。对不起哦。王立川。刚才真的是对不起啊，不过谢谢你帮我说话。没关系，你刚一定不知道是我，所以吓了一跳吧？对啊，怎么那么巧啊？哎，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？这家咖啡厅我常来。哦，那你下次来的时候我把钱给你好了。钱？修电脑的钱。哦，不用了，你今天白天帮了我这么多忙，我还没有好好的谢谢你。可是帮是帮，赔是赔啊，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你的。真的不用。我知道你很大方，但是我不能滥用你的好意。而且呢，你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像这种时候，你找工作什么的肯定都需要电脑的。如果你这么坚持的话，下次我就不会来这家店了。那不管你去哪里，我都可以找到你的，钱是一定要给的。真是，拜拜。谢小秋，你给我进来。谢小秋，我平时看你大大咧咧，你应该有点抵抗力吧？看见帅哥要淡定，你不是第一个往他身上撒咖啡的人了，是吧？他很帅吗？一脸胡子，脏兮兮的。懂什么呀你？帅就帅在胡子上，那才叫有型，那才叫 man， 知道吗？有胡子就 man 呐。我觉得看起来像职业杀手。那你要是不觉得他帅，你干嘛把咖啡泼在他身上啊？我那是不小心了。我来说他啊，谢小秋，你心生爱慕，想接近人家是可以理解的。我平时不八卦，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说你几句，听不听由你啊。别在这个男人身上花太多感情，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女孩一眼，是吧？各位，我求求你们不要再神化这位 CK 君了，他很可能就是个普通人。普通人开豪车啊？不开豪车的又不一定都是车主，很可能是司机。哎，那倒也是。是什么事啊？不是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女孩嫁错男人呢？就是因为她们分不清楚男人的品相。这不是有款就是爷，3代才出一个贵族，懂吗？你就看这个人的气质做派。当然你可能看不懂啦，你就看看他给你的小费，你就应该知道他肯定不是司机。各位，我觉得呢，找一个穷人和找一个富人是一样的容易。要不然为什么七仙女会找放牛郎呢？至于跟谁在一起更幸福，那还真说不准。
说的也蛮有道理的。道理什么呀？快工作去，听到没？哦。Hello， 老样子。Yeah。那，你先过去等我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啊？不是，我是说你先过去坐，我马上就把咖啡端过来。不用找了。哇，一个大男人穿紫色的衬衫啊，那叫高贵。来着，干嘛呀？怕你太激动了流鼻血，要不要我帮你想个办法制造点机会，让你把咖啡泼到他身上？我跟你说，最好是在裤子的这个位置，你就可以跟他说：“哎呀，对不起。”然后你就帮他擦。哎呀，好了，你认真点好不好？好，认真点。哎，看看我的样子怎么样 ？O 不 OK 啊 ？OK 啊。他说的 OK，O 不 OK 啊？他说的 OK， 很 OK。OK。哎，你猜他搭讪能不能成功？跟你说了，别八卦。我看不行。我看行，我赌1块钱。1块钱有什么好赌的？我赌1块5。1块钱。哼。静雯，有件事吧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你说那个 CK 君，其实我认识。他结过婚，有2个孩子。之前呢是在一家外企做司机，所以开的都是豪华车。不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以前啊？他现在失业了，正在找工作呢。不可能！你看他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。真的啦，因为之前我在那家公司做过临时翻译，所以我见过他好几次。那你说他结过婚，戒指呢？也许忘带了。谢小秋，你们别八卦了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据我的分析啊，他至少身价10个亿。10个亿？不可能！我之前都给他找过好几次工作。他还需要你帮他介绍工作。你知道他手上那块表多少钱吗？多少钱啊？这个数3000。哼，他也买得起。30万。被骗了吧？那他什么意思？他说我被骗了还是他被骗了？我被骗了？不可能啊！那就是他被骗了。难道是30万买的一块 A 货？哎呀，那就真被骗了。嗨，这个是我们店新送来的吞拿鱼三明治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钱已经付过了，我请客。谢谢。哎，你新换了台电脑啊？啊，对啊。这个是我赔给你的修理费，2000块，不知道够不够？你拿着吧，我不用了。不行，这个一定要给你的。不用了，真的，你还是学生，你比我更需要。可是你失业了，而且还要养家糊口。再说了，我损坏财物照价赔偿也是应该的。而且你比我更需要帮助，一定要收下的，收下。其实我没有那么需要帮助。啊？小秋啊，其实我们之间有一个小小的误会。什么误会啊？我根本不是司机，而且我没有失业。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是我的司机失业了，我哥把他开除了。你哥？就是那个大 boss 啊。
但是你不用着急，我已经把那个司机请回来了，他的一家4口又有饭吃了，你不用替他担心了。小秋，王沥川，收拾好你的东西，跟我出来。小秋，你听我说嘛，我本来就喜欢汽车，而且我喜欢开车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认为我就是一个司机，而且我没有说过我是一个司机。也许我长得就像一个司机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我本来就……别过来，有什么话站在那里说。好，我本来就想跟你说，但是后来我们又见面，接着又见面，然后又见面。对啊，然后没有见面了。我们是一直见面，但是这个你不告诉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对我这么热心，我不忍心拒绝啊！不忍心拒绝？哎，我以为你很需要钱，所以我才把所有的工作机会都分给你一半。我不是存心想骗你的钱的。那我的时间跟你也是一样的宝贵，我每天只睡5个小时，5个小时，哎，我天天要赚生活费、赚学费，我还要给家里还债，我恨不得每1分钟都变成钱。王沥川，王大先生，你要是想找乐子，去别处，本姑娘不陪你玩。还有，以后敢再来我们咖啡店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还有，你要是再敢来我们咖啡店，我见你一次破你一次咖啡。你刚才在外面对客人吼什么呀？我都不敢对客人吼，你吼什么呀？你想赶走我们的客人是不是啊？这种无赖，你以为他那么听话的？说不来就不来了。哎，那我去上厕所。小秋，这是 CK 君让我交给你的。哎，我又没你们八卦。这个星星，还有这个箭头是指哪里啊？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只不过呢，这个地方我现在还没有画出来。你对我这么热心，我不忍心拒绝啊！哎，我以为你很需要钱，所以我才把所有的工作机会都分你一半。王沥川，王大先生，你要是想找乐子，去别处，本姑娘不陪你玩。还有，你要是再敢来我们咖啡店，我见你一次破你一次咖啡。都快4个月了 ，CK 君怎么还没来呀？我想那些盘子一定很痛。这盘子寿终正寝了，都怪你！没事，你跟 CK 君吵什么架？害得静雯呐是望穿秋水，失魂落魄。好了，一个女子的终身幸福就这么毁在你手上了。说够了没有啊？你都说好几个月了，耳朵都磨出茧子了。我看那个 CK 君也不像什么好人，我们应该庆幸静雯没有落入他的魔掌。哎，人家倒想落入他的魔掌，怎么的？这下好了，还没掉进去，自己走火入魔了。
小童，去洗厕所。小秋，倒垃圾。学姐，身上有零钱吗？没有。借点1元钱吧，包里总有钱吧？没有。我帮你找找。你干嘛啦？哎，你干嘛啦？你干嘛？你干嘛抢我钱？你干嘛？你放手！救命啊！小秋，你没事吧？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小秋，小秋，如果你一直站在这里，你还想被抢一次吗？上车。有没有告诉过你，在这种情况下面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放下全部东西，立刻跑掉。我包里有巨款。能够买你的命。包里有我要还你的2000块，我一直放在包里，就是为了方便的时候可以还给你。上次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但看在我还算是个称职翻译的面上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我知道你不缺这个钱，可是如果你不要的话，我见你一次就会还你一次。这样吧，这个钱我是不会要的。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的话，你就请我吃一顿饭。那也行，前面那条街上有个大排档，我经常去的，可以吗？大排档？嗯。大排档是什么？大排档就，哎呀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样不算原谅你。先生，拿好啊！哎，谢谢啊。我们走吧。欢迎下次再来啊！你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来我们店里，是不是被我吓跑了？我出差了，青岛4个月。你说上海这么大，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来我们店里啊？因为很干净，而且停车很方便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啦。哎，我发现哦，我跟你说，我的脑子真的是缺根筋哎。你想想，那天你明明都已经失业了，你怎么可能又把车开到我们店里来嘛？你肯定不是司机呀，对不对？我是怎么想的？我可以理解你的猜测。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汽车，前有段时间，我都觉得我长大就是要当一个汽车修理工。真的啊？嗯。那你能不能说一说，当翻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是不是一种全新的感受？感觉有点掉价。掉价？翻译是一种很崇高的职业。我不是指那个意思。这样子吧，
我给你稍微介绍一下 GMF 的结构图。我的爷爷是在这个地方，爷爷的下面呢是我哥哥，我还有董事会。那这3个下面呢，就是有分公司。那在公司下面有很多部门，部门接部门，部门接部门。那再一直下到最下面，到这么低呢，有一个建材公司。这么低呀？你听得懂吗？反正这个建材公司呢，就是上次你记不记得你画的那个地图，介绍我去翻译的那个意大利公司，我们还打了一场架。就是那个建材公司。哦，那这么说，貌似你好像是有一点点那什么。不止一点点，很多。我都不知道，如果我回总部的时候看到那几个人，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。那我们大家都吃亏啦，就算扯平了吧。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原谅我了。那你以后还会不会来我们店里啊？你要我去吗？啊？我就是想说，其实很多人都希望你去啊。如果你想我去，我就去。其实那天吧，我跟你说，我说话也是有点太重了。其实我这个人呢就这样哦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！来，那干了这杯，我们俩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。干杯！我不喝酒。第一，我要开车，安全第一。第二，因为身体的关系，所以我不能喝酒。你喝吧，随意。那你以水代酒好吧？我们俩碰一下总可以吧？干杯！干杯！所以你家只有你一个孩子，有兄弟姐妹吗？我呢，还有个弟弟叫谢晓东，小我3岁。谢晓东，所以你是秋天生的，他是冬天生的。一言击中。哎呀，我是夸你聪明啦，笨死了。你呢？你家有没有兄弟姐妹啊？我有个哥哥，叫王继川，大我5岁。你见过的。哦，你们从小打不打架呀？从小打到大，一直到现在。王继川、王立川，你们的名字好像都跟水有关系。他们都说我们2个五行缺水。哎，等等。所以，你的父母才想让你们来上海工作，为的是让你们俩多沾水气，对不对？我也一言击中，我怎么会这么聪明啊？我太聪明了。我的父母过世了，车祸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我也在车子里面。你也在车子里面啊？但是我活了，所以我还在。那你命真的很大哎。像你这样，应该去买彩票的。你跟我想的一样。真买啦？哦，中了没有啊？我中了10块。
好多哦。这样吧，为了你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干杯！碰一下啦。你这个干嘛了？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哪个意思啊？我是说你身上穿的那个字叫南什么高中，4年制中学吗？你说这个啊？哦，对，这个南池高中。哎呦，我的家乡在个旧，南池高中在个旧。个旧。个旧在云南省。哦，听起来离上海很远。坐火车的话，要3天2夜。今天这顿饭呢，我来请哦，千万不要跟我抢。你要不要少喝一点啊？我送你回家。我没有醉啊，你都没有吃哎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羊肉串呢非常非常好吃的，我每次来都会点很多，你吃一串嘛。这个手肘，这个也很好吃的，要不要试一尝？尝一下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肉串还在你的嘴巴里。小秋，你真的喝醉了？喂，你醒醒啊，小秋！小秋这边，上去。这边，这边站着。这边靠一下。哎，这边不能。哎，起来！哎，你去那边坐一下吧。哎，这边。走，你告诉我你的地址。哎，这边不能。哎，你告诉我你的地址在哪里，我送你回家。哎，小秋。没去。那你先把鞋子脱掉了吧。喂，小秋。这边不能睡。你要睡的话，去客房睡。我这边有客房。小秋。
你醒了？嗨。那个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喝醉了，又不告诉我你住在哪里，所以我只好把你带到我家，让你住一晚嘛。这是你家哦？嗯。那我没有打扰你的家人吧？我一个人住。哦。那个我有点口渴，可不可以喝点水啊？可以啊。矿泉水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啊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还没，我在后图。你是？建筑师。我早应该想到的啦，怪不得你要买那本字典呢。我认识的汉字不多，但是我的口语没问题。这么晚你还喝牛奶啊？小时候的习惯一直改不掉。那万一要出差没有牛奶怎么办？去买啊，跑多远也要买回来。可以麻烦你到我的书房，把我的拐杖拿过来吗？哦，可以的。那你没有拐杖是怎么过来的？我跳过来的。我当然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跳。谢谢。不谢了。其实你平衡能力挺强的，真的。是因为那次车祸吗？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已经很晚了，你去睡吧。晚安了。你明天几点回学校？我明天9点钟有课。我送你。好吧，谢谢啊。晚安。晚安。